美國發現它進入一個錯誤的戰爭模式。什麼叫錯誤資本？它的飛彈100萬、200萬美金，然後去打一個無人機，2萬塊、2萬、3萬，對，沒辦法，你用大炮打蚊子嘛，這個沒辦法。美國現在龐大的那個航空母艦戰鬥群，龐大的那個什麼長程轟炸機呀，那個 F-35戰鬥機、隱形戰鬥機，所有這些龐大的裝備，現在發現派不上啊。現在美國很恐慌，其實很恐慌，它沒有無人機生產線，它也沒有那個相關的零組件跟材料，台灣有。所以美國要補應急的話，要補庫存的話，絕對要台灣趕快動手。我可以感覺出來，美國打算把無人機產業鏈放在台灣，就跟當年想把晶圓製造、晶片製造放在台灣很類似。他會培養台灣的人才、技術引進、技術移轉，可能都會。你將來都陸續看得到。那這裡邊有一個呼應，就是你剛剛提到的恢宏供應鏈。就是說我們不能對中國的企業的零組件去下單。所有訂單一定要在這個就是中國企業之外了，就是恢宏系統。對，那這樣的話當然對台灣是加分，因為基於安全考慮，美國不信任中國。那基於信任的關係，美國開始那個拉拔台灣，所以在從安全到信任，訂單就從中國到台灣，就轉單效應就來了。所以呢，現在無人機很多尖端技術在一直引進來。對，那中國如果不能引進技術的話，將來大疆生產的無人機就會變成二流。所以美國一定要扶植一個對手，是指不是美國自己的對手，是能夠成為大疆無人機的對手，市場上的對手。將來很多訂單就會流出來，轉來台灣這裡買最先進的頂級的無人機。現在的股市投資人心裡面一定是七上八下，我們其實非常篤定是。AI 是一個非常明確的浪潮，而台灣就站在這個浪潮的浪頭上面。我們當然享受最大的好處，我們也在股市上面看到了這樣的一個利益。但沒有想到，到了48000點的時候，整個股市進入非常劇烈的震盪。我們也看到了外資不斷的賣壓，這個禮拜更是上衝下洗。比如禮拜一的時候，多空交戰，整個空頭留下了一個1058的上影線。到了第二天，整個多空交戰以後，又留下了一個1083的上影線。很多投資人都說，我從來沒有看過說一天有1000多點上下影線這樣的一個震盪，這個跟過去有很大的不一樣。那如果這個跟很大的不一樣，它到底告訴投資人什麼樣的狀況？現在 AI 的 party 真的結束了嗎？還是只是一個過渡的階段？看到 AI 這樣子上衝下洗，再看到了外資不斷的在台灣這樣的一個提款，作為一個台灣的投資人，我們的心裡到底該做什麼樣的一個準備？還有人講說，現在川普很明顯的已經把中國當成了一個戰略的一個敵人，而作為這樣的一個宣示，對台灣人來講，對我們的戰略地位來講，又有什麼樣的影響呢？那到今天，我們又特別邀請了財經專家，也就是總體經濟這個學者吳家龍吳老師來跟我們聊一聊。家龍你好。寶傑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那家龍，我們剛剛講到很多的這個投資人，很多告訴我說，我從來沒有在台北股市看到這樣子上衝下洗。剛禮拜一留下了一個1058的這個所謂的上影線，到了第二天又1083上影線，等於說連着2天1000多點這樣上衝下洗。那當投資人就很害怕，那這個很害怕的狀況下，我現在這個台北股市還能夠再進去嗎？上衝下洗呢，這個是因為第一個時間點，從6月結束進入七月哈，那第二季結束了嘛，現在7月下旬會開始法說會，對，然後在這個法說會前的空窗期，你會看到這種震盪就是這樣時間點來的。然後呢，第三季通常是電子業的旺季嘛哈，也是那個航運業的旺季，很多貨要送嘛，要趕着感恩節哈出貨。所以呢，理論上來講，基本面的支撐是有的但是呢，在進入這個基本面支撐之前，美國這邊會有一個8月的那個空窗期。8月，為什麼呢？第三季的8月紐約非常熱，所以呢放暑假。8月下旬到就是8月底為止基本上只有留守人員，大部分是留守人員。主要工作人員都去避暑。你这华爾街跑去避暑？不是，沒辦法，太熱然後呢，9月1號 Labor Day 就勞工節結束以後，這個放假結束以後，恢復上班，下半年開始了，下半場開始，然後分析師回來開始上修財測、上修平等什麼什麼，開始幹活了，是這樣子。那時候才開始。對。可是8月份你看，很多時候股災都在8月份，有時候8月初，有時候8月底。為什麼？因為只剩留守人員的這種行情它容易成交量萎縮，
成交量萎縮了，因為大部分的人不在嘛哈。對。另外一個時間就是聖誕節到新年嘛，這兩個期間哈，華爾街接近空城了哈，要只剩留守人員啊，因為交易量清淡，所以容易被操縱，容易拉抬。所以很多人就會利用8月份把行情打下去，對，所以就然後在4月、5月的時候，就是說，小心夏天可能會有股災，或會拉回10%、20%這叫。每年的4月、5月都是發這種事，還有這種狀況。然後呢，到了8月的時候，你會看到有時候真的，你看嘛，8月有時候真的會出現拉回，各種理由。然後呢，到了9月初的時候 ，Labor Day 結束，勞工節一結束，放假結束，然後回來的話，恢復幹活了，整個行情拉上去。我在紐約碰到這種局面太多，我才發現。在紐約點輸的，我才發現，有這回事。就是說8月份有可能這個事，然後呢，7月上旬是所謂法說會前的空窗期。對，那有時候會容易拉抬，因為你不曉得到時候法說會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所以看好的人可能就把它拉上去，看壞的人又把它獲利了結，就是來回震盪。有很大的機會。那有人講說，現在的資金出現了一個非常擁擠的狀況，因為我們看到了 SpaceX 的這個上市，再看到了這個 ADR 這個海力士 SK 海力士的這個上市，他把這個錢拉得太多走了，而且還不講說，在這個標普500裡面，過去半導體在標普500裡面都是占3%到5%，最多不曾超過8%，現在已經占到20%，所以這個資金的排擠已經太嚴重了，這個資金已經變成現在股市的重大問題了。所以它可能會有一些震盪嘛，就是說要把那個投機性的買盤還是短線弧額能夠清洗出去，叫做換手。換手的結果呢，新進來的人還不急着賣嘛。比如說你如果台積電的話，比喻說哈，你在那個2300、2400進來的人，你不會在這個目前這個價位急着賣嘛，你可能會撐久一點再來賣。可是如果你不整理的話，那麼1700、1800買的人可能憋不住了，或者1400、1500買的人憋不住了，他要賣嘛。所以你一定讓他們下車以後換一批人上來，叫做換手。換手之後呢，籌碼沉澱的比較好一點，然後繼續攻就比較輕鬆嘛。所以總是漲一陣子以後會還拉回整理，拉回整理不等於行情結束。它是在為下一波行情累積能量。對，因為你如果一直拉不行啊，你一直拉到最後，人家還不是倒給你，你還不是撐不住，你還不如說拉回來，你們信心不穩的人趕快賣，我跟你賣，賣完了之後我繼續拉嘛，我繼續攻嘛，因為基本面的消息會出來嘛，對，我繼續支撐這個行情。產業革命的意思就是說，它不斷的會有基本面的利多消息出來，讓你覺得這個是有機之談，支撐你的那個高股價的這個評價嘛，後面會不斷的有那個好消息出來嘛，這叫基本面嘛，基本面支撐你的，並不是在。可是這現在到底是一個行情已經結束，還是它只是一個震盪嘞？行情還沒結束，還沒有嗎？對，因為呢，我們大家要認識哈，如果你是景氣循環的話，最多1年半到2年，就是走完這個短期擴張，景氣擴張。但是呢，我們現在碰到的絕對是產業革命。產業革命的話，不會走個1-2年而已，好歹走個5-6年。我們回顧一下那個網絡革命的時候啊。那個 PC 那個年代 ，Windows 95推出來，到2000年3月10號，納斯達克到最高點爆掉，中間它5-6年嘛，所以呢，那個中間呢，97年香港回歸有那個東南亞金融風暴，98年有那個俄羅斯債券風暴，最後呢98到99這2年，思科漲28倍，所以整個產業革命的後面會爆發，中間的話會有一些疑慮啊，有些什麼事情啊，讓投資人好像震盪一下，這都很正常。因為最重要的一點是說，我們認定這個是產業革命的話，我們了解產業革命有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基礎建設投資，第二個階段各種領域的商業應用開出來，第3個階段進入市場過熱才會結束。市場沒有過熱，這一次的產業革命就不會結束。所以呢，我們現在是在前期嘛，就是蘇志峰講的，我們在第3局嘛，對嘛？所以我們在這個前期的時候會產生一些疑慮，不敢相信行情真的可以這麼好。對，當你有疑慮的時候，表示這個還不是泡沫。什麼叫泡沫？我們講一下哈，泡沫是投資人買出來的，可是你買的時候，如果你認為這是泡沫，你怎麼敢買？對，所以你買的時候，你認為這不是泡沫，你才買的嘛，你才買高追高嘛，對不對？準備賣更高嘛。所以你認為這不是泡沫，當然事後看還是泡沫，對不對？可是當下你不認為這是泡沫。你有信心，這叫過度樂觀了哈。你只是事後才知道。那現在的話，你不敢過度樂觀，你在疑慮這個疑慮那個嘛，那表示你現在市場情緒還沒有進入過度樂觀狀態，所以這不是泡沫，這是拉回整理、震盪整理。對，一旦大家都認為，但我們從了1萬點、2萬點、3萬點一下衝到4萬點，這還不是泡沫嗎？你想想看，那個我們以韓國做比較，韓國在12月底的時候，去年12月底的時候是4200點上下。現在呢，過9000翻倍嘛？請問他用多少時間翻倍？半年呢？
我們台灣去年6、7月的話是22000哎，現在到了45000、46000的話是翻倍，對不對？我們用1年時間翻倍，他用半年時間翻倍，我們還沒有過熱，我們沒有韓國那麼熱，韓國是因為它記憶體的那個毛利率到80%，超過台積電呢，它這個記憶體的部分哦漲太凶了嘛，把整個大盤拉起來，所以我們台灣還不是最熱的哎，還有人比我們更熱，所以我們大家要了解的就是說，第一個你確認這個是產業革命，不是短期景氣擴張啊。不是景氣循環那種。第二個的話，產業革命會有一段這個期間要走，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這樣一段段走下去。我們目前在第一段嘛，毫無疑問嘛。對。那所以呢，我們產業革命還沒結束啊。那所以在這個第一段、第二段的時候，我們都會有疑慮。一直到第三段，我們沒有疑慮了，我們相信這個是才真的了哈。那個時候過度樂觀，對不對？哎，那個時候才有泡沫的風險。現在我們小心謹慎，整天疑神疑鬼，表示這個不是泡沫。可是泡沫不會讓你疑慮，有這麼多疑慮的啦。好，那我们看到台積電現在講各種利多，又營收的這麼好，可是你看到它進到了這個它這自己的2500的時候呢？它就不斷的在波動，那難道不是已經碰到一個頂端了嗎？你回想一下前陣子2000塊到2100不是也波動嗎？後來又跌到1800，甚至於跌破1800，那後來整理好了後不就拉起來了嗎？現在一樣嘛，像2500這個2400、2500這邊在震盪嘛。一旦震盪差不多以後，換手差不多以後，它就過了嘛。因為台積電的營收獲利後面還看漲嘛。現在我們今年這個年度的話，預估是95塊到100塊這個區間，對不對？我們就算100塊好了。如果本益比25倍的話，就2500嘛，就差不多嘛。現在這個價位，那接下來的話，它還有新的那個產能完工嘛。然後完工以後貢獻於營收獲利嘛，這個毫無疑問，而且它現在毛利率在走高哎，它去年第四季62%，今年第一季66%，據說現在可能往70%走哎，那可能還追不上這個記憶體的80%的獲利哈，這個毛利率了哈，所以台積電的情況 OK， 因為它這個就是基本上看不到對手，然後呢 AI 的需求沒問題。是實際上 AI 的需求還遠遠超過台積電預估的。魏哲家去拜訪客戶還不夠，他去拜訪客戶的客戶，然後他確認這一次需求來真的，所以他才敢放手擴充產能。也就是說，台積電的擴充是已經把這個狀況搞清楚了才敢擴充，至少他做過功課他確認這一次的話，這個產能擴張 OK 可以接受。因為你擴張完產能之後，然後那個時候需求冷下來了，你完蛋了。對，所以。設備支出產能擴張的這個投資支出，一定要對將來的需求有很大的把握才敢這麼做，否則你產能完工以後，需求冷下來就沒了，完蛋了，就浪費了。對，所以為什麼航運界不太敢買船？因為他們碰到這個例子，等我船買了之後，我的運輸能量擴張以後，哇，景氣下來了。所以他們才會很保守，所以為什麼航運界的那個本益比都很低？原因在這裡。那科技股不一樣，因為它有成長空間，它有想象空間，它本益比會比較高。那所以我們現在看起來，台積電的那個上限還沒有到天花板那拉回整理很正常，因為其實之前也拉回整理過啊。你看沒？以前一開始到600多的時候，不是也拉回整理嗎？到500，然後就過600到800多900，那1000塊900塊那邊也整理過啊。那現在1800、2000也前陣子也整理過啊。所以台積電整理是很正常的。那如果台積電有拉回整理的話，我建議投資人就大膽買進沒有關係，因為台積電到目前為止拉回整理沒有來一次，沒有再創歷史新高。你看無一例外。那要怎麼樣拉回來？是哪一個拉回的點我才可以參考？像現在這種盤整都是拉回嘛，只要拉回的話，你買起來都放心啦。有這麼？你看我有一個朋友他在1400的時候買了報到現在，他很高興啊，等於說過陣子要請我吃飯啊，對不對？那去年那個。對等關稅那一陣子的話，台中有個企業家請我去演講以後，他真的去買了500張啊。我問他你價格多少？他說那個900啊，900啊，報到現在。不過他後來500張裡面賣了50張去換鴻海這樣子。所以台灣現在有很多人如果有報的話，這個大概都是翻倍啊。然後呢，我昨天碰到一個人，他跟我說他800多買900多賣我房東，他說這捶胸頓足啊，那沒辦法嘛，是不是？你賣了嘛，你獲利了嘛，對不對？是這樣子，就是說台積電到目前一路走高，但是中間盤整換手，然後再攻實際成熟它會再攻因為現在外資的目標價有3500、3400、3300都有嘛。對我是很早就喊說，你先看個3500再說，因為有人喊5000，有人喊6000，最新的人我聽到有人喊8000，我說不用那麼急，我們先看個3500。對，你從2500到3500的話，1000點對不對？然後台積電漲1塊錢，大盤會漲8點嘛
所以這1000點的漲幅的話，乘以8就8000嘛。那現在45000、46000加個8000點，不就54000上下了嗎？對不對？所以過5萬點是光是台積電自己就會有這個貢獻，然後帶動那個什麼鴻海、大立光、聯發科，那肯定過6萬了嘛。那所以這個後面還有行情可期待的哈，至少你這個是可期待的了哈，這個前景。那換手整理是一定要，因為你一直漲到最後，人家還不是憋不住賣給你，所以每次漲一陣子整理，漲一陣子整理，這是正常。好，那這個整理，我覺得我非常好奇是，它是一個等於說你在股市它的這個自然的，還是說你就看到外資現在刻意的去把這個所謂的浮資把你洗掉？因為外資我覺得很妙是，他在上半年他明明在台灣賣超了8000多億，可是他又進來了，等於說又進來了1.2兆，因為外資雖然走了一點，他進來的更多。因為我錢是留在這裡，那我一方面我台積電我又跟你講說，我看到上看3000，我上看3500，可是我看得這麼好，可是我一邊我又去賣台積電股票，我去壓你這個整個台股，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嘞？這就是所謂洗盤，你就外資刻意洗盤。對，這就是典型的洗盤，就是說如果你有信心，你不會受這個波動影響；如果你沒有信心，擔心這個擔心那個，你可能說好，我乾脆賣了，對不對？獲利了結，那就是你被洗掉。他一定要把所謂短線浮額洗掉，他這個行情拉才拉得動。對，他才有利差可以賺。那個創歷史新高的行情，特別是這種大型股哈，不可能是散戶買的，這個一定是法人買出來的。那法人買的時候，他一定要確認這個融資哈有降下來，浮額有洗乾淨，籌碼比較沉澱、比較安定，它才好動嘛。不然的話，它硬是動了，結果也還是什麼，就是說事倍功半嘛。對，说他這個整理是一定要的，換手是一定要的。所以你說外資或者這些法人會刻意的這個整理。對，而且我發現外資有個特色，他一下子大買，然後隔天大賣，買超賣超交替。對，就像我們剛剛禮拜一的時候，等於說下影線1058，第二天又下影線1083，他等於每天就給你這樣上衝下洗。對，這是典型的洗盤。不過我可以透露一點就是在上升過程中，如果你出現上影線，表示曾经到這麼高，最後收的時候降下來，對不對？這叫上影線。這個上影線隨後會再度來拜訪這個區間。把這個區間補回來，這怎麼形容啊？拉鋸一下，在這個區間裡面再拉鋸一下，那甚至於還會過這個高點繼續攻所以上漲過程中有上影線，表示買盤有進來，但是賣壓過來以後把它壓下來，所以在過程中它在消化這個賣壓，所以上漲的時候看上影線，反過來講下跌的時候要看下影線，下影線表示說賣壓很重，雖然被暫時撐起來，可能還沒有結束，所以上影線跟下影線其實是在預告未來的方向，所以如果你出現在上漲過程中出現上影線，這是好消息，不是壞消息，是你不要以為說賣壓很大把它壓下來，對不對？其實那個是多方禮讓，我給你賣。賣壓消化完之後，你覺得多頭會怎麼幹？就當然都動手了嘛。那你空頭一樣嘛，空頭殺下去，然後你買盤上那個漲上來，對不對？表示有人來低接，對不對？那沒關係，空頭讓你接，接完之後我殺下去，你還是得吐出來。所以這個多空交戰裡面我們要看的還真的還是趨勢本身。如果趨勢是往上走的話，中間一定會有拉回。這個拉回其實是給你買，但是呢，他把很多短線浮額洗掉，然後籌碼比較沉澱。融資的那個情況也比較消化一點，這樣它才好後面拉，所以它沒辦法，它一定要洗盤。好，那你說我們一直在講，台灣現在有一個非常好的利基支持，因為我們剛好站在中美大對抗的時候，本來你想想看，如果我就要面對中國的競爭，不管是中國半導體的競爭，中國的這個所謂的 AI 設計的競爭，台灣都會非常的吃力。可是現在美國已經非常清楚了，因為川普講，他現在講說他要對抗共產主義，你說這不是隨便講的。然後另外就是他也講出來說，2027年。美國的所有的軍工產業裡面不可以有任何的一個原料，不可以有任何一個零件是中國所產出的，它要徹底的非紅供應鏈化。你說這個對台灣來講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第一個是基於國家安全考慮這個製造業撤出中國，叫做脫鈎或者你說的去中國化。那第二階段呢，就是你在中國的企業生產的零件元件，我不買了，我不跟你下單那關稅的話是逼你出來嘛，你在從中國出貨有關稅，如果你從別的地方出貨就沒有關稅，等於要把制造業逼出來。然後呢，出口管制限制就是你買不到設備
技術等等重要零件等等，我不讓你買得到，就是出口管制啊，技術限制這樣子。那現在的話就變成說，就算你會做一些零組件哈，無人機的什麼零組件，那不可以買嘛哈，就是要恢宏供應鏈嘛。那這個是一招又一招，一層又一層。那就像你說的，這個擺明了美國真的把中國當作對手，然後呢開始劃清界限，等於說川普說我給你們足夠企業哈足夠的時間調整，足夠的時間轉移，你不要說我突然間這麼做，已經好幾年下來了，你們也應該知道政策方向，所以一步一步在上緊發條，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很重大的這個戰略轉變。本來我們講到台灣的這個優勢是半導體，因為你要發展 AI， 發 AI 等於說是國力，所以美國在 AI 上面跟中國一定是殘博高碎博了，我一定跟你楚河漢界。現在不只是這樣子，很多人講說台灣的無人機會是我第2個的護國神山。你想說台灣有這麼大的市場嗎？無人機未來有可能像 AI 一樣這麼樣的普及嗎？可是我們最近看到了，俄烏戰場上現在已經完全用 AI 來控制，完全是無人機控制了。而且我看到台灣的無人機最大的這個所謂的出口國，居然是沙烏地阿拉伯。那你又看到了烏克蘭的例子很清楚，是我的重點不是誰生產無人機，是哪一個無人機可以跟美國的大腦 Palantir 的所設計的那個 AI 戰場管理能夠配合。也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面，雖然中國現在無人機的制造是天下第一，可是你不能容許中國制造的無人機列放到了美國的這個 AI 整個戰場管理的系統裡面。如果你把中國人機放在美國的 AI 無人戰場管理裡面，中國的 AI 中國就會竊取這個 AI， 所以你就代表說，你未來台灣會幫着美國去排擠中國的無人機市場嗎？那如果未來台灣是跟着美國去排擠中國的無人機市場，有可能嗎？如果真的有可能，那對於台灣的無人機的來講，那就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這個所謂的美國西部了耶。你講的這個有沒有這個可能？答案是一定。一定。那現在我們直接講重點哈，就是無人機改變戰爭的面貌。對，小國沒有辦法搞那些大型裝備嘛，就搞無人機嘛，像包括烏克蘭現在可以攻到莫斯科，還攻到西伯利亞，離烏克蘭2000公里那個最大的煉油廠這些，用無人機展開各種攻擊嘛，然後呢，伊朗也是用無人機攻擊中東的美軍基地或者阿拉伯國家嘛，所以小國的話要大量使用無人機、無人艦艇，美國也開始用，所以將來給台灣下訂單的還不會只是沙烏地，還有誰你知道嗎？還有誰？美國美國會對台灣下單，現在是這樣的哈。這是第一個哈。第二點，無人機裡面，如果你性能不是最好的、最強的，那你碰到那個最好的、最強的，你根本不是对手，對，你馬上被幹掉。所以要買無人機的人一定要買最好的，就是贏者通吃了，到時候一定贏家通吃了啊。第三個，因為那個是存亡的問題。對啊，你是2流的，碰到1流的，你怎麼玩嘛？所以大家要買無人機的話，一定買那個最頂尖的啊。就是這種市場的話，就是說很像說你去看劇的時候，你去看那個第1名的那個，你不會去看第3名、第5名的哈，你就看第1名的那個劇一樣啊。然後所以再來。台灣這邊不是已經有晶片的這個產業鏈，有 AI 的產業鏈，對不對？那無人機也有一些那個重要的東西。我舉一個例子啊，無人機現在要降低重量，在空中能夠停留久一點，對不對？這個材料叫做新的一種碳纖維複合材料。對，然後這個碳纖維是台塑集團。對，所以最近台塑集團有反彈上來嘛？就我舉一個小例子嘛，哈，那將來可能還會用到電池，用到通訊，用到那個視覺模組，就是眼睛哈，对，然後呢，很多地方台灣都有供應鏈嘛，台灣可能有某些地方不行，某些地方可能別人有，美國啦還是誰哈有更好的技術，那這些技術它肯定沒有什麼光學鏡頭，然後電池模組什麼材料這些東西嘛，它可能有這個東西很好，所以他會來找台灣做互補，就是其他無人機的這些好的那個東西。什麼陀螺儀什麼，反正一大堆的那種精密技術什麼東西，他會來找台灣，以便在台灣組裝製造成那個最終產品。所以他不會說自己去搞完整的生產線，他太累了。就是跟晶片一樣，很多訂單會下到台灣來。對，所以如果別人有比較尖端的技術，他也會來台灣找合作對象。這是第2點。第3點，這個因為你現在沙烏地買的那個無人機還是伊朗或者土耳其。還是以色列的無人機，如果你不是頂尖的話，你碰到那個頂尖的你就被幹掉了嘛。對，所以你買無人機一定要買最頂尖的嘛，而最頂尖的這個技術會跑來台灣嘛，跟台灣現在的產業鏈來合作嘛，這樣有互補性。否則，比如說我有一個軟件很強，
可是我得自己搞整條生產線，那太累了嘛。對，所以一定來台灣找合作對象嘛哈。那將來的話，美國看到這一點的話，美國現在自己需要很多無人機、無人艦等等嘛，他會把訂單下來台灣，然後不只是沙地，沙地這個東西還只是那個試車啊，試試看。這筆訂單如果好的話，說不定後面還有更大的訂單。那現在的話是無人機這個產業，台灣絕對有能力撐得起來。哪怕只是少了幾樣比較尖端的技術，沒有台灣沒有的話，沒關係，就飛行陀螺儀類似這樣的東西，那個可以買可以引進，但是台灣有整套的那個產業鏈在這邊，哦，別人沒有嘛，別人要來跟台灣合作嘛，就是別人可能有一些東西台灣沒有啊，可能有一些，但是呢，這個是可以跟台灣合作的嘛，啊，那所以將來很可能美國從 AIT 處長的發言，我可以感覺出來，美國打算把無人機產業鏈放在台灣。就跟當年想把晶圓製造、晶片製造放在台灣很類似，他會培養台灣的人才、技術引進、技術移轉，可能都會，你將來都陸續看得到。那這裡邊有一個呼應，就是你剛剛提到的輝宏供應鏈，哦，就是說我們不能對中國的企業的零組件去下單，所有訂單一定要在這個就是中國企業之外了，就是輝宏系統。對，那這樣的話當然對台灣是加分，因為基於安全考慮，美國不信任中國，那基於信任的關係，美國開始那個拉拔台灣，所以在從安全到信任，訂單就從中國到台灣，就轉單效應就來了。所以台灣將來接的單還不只是捷克跟波蘭買了送給烏克蘭去用，或者沙烏地阿拉伯那邊預防伊朗又來突襲，將來各國包括美國大國自己各國都要玩無人機，而這些無人機的話，你只能買頂尖的，你買那個二流三流的沒有用。對，所以啊，頂尖的誰做？就台灣嘛。所以到最後一定是這樣子，趨勢只有台灣會做嗎？也就是說，今天的晶圓製造在台灣，是因為台灣有個台積電。那因為這個台積電，我們的在這個良率啦，在我們這個大量生產上面，沒有人可以趕得上，所以我們今天穩住了這個東西。可是我們現在在無人機上面，我們有什麼樣過人之處？我們有什麼樣的特點？而這個強調說，美國它一定會跟台灣合作。這是因為整個製造鏈哈，製造鏈不能，比如馬達啊，那個光學鏡頭，對不對？材料啊，通訊。一大堆東西，這個要在台灣這邊做。然後呢，如果你有什麼尖端的東西，從美國到以色列，你一定是引來台灣嘛，在台灣這邊完成整個製造嘛。否則你以色列自己搞一個生產線，還是你美國搞一個生產線，沒辦法嘛。哦，所以我們可以大膽推測哈，將來有任何比較尖端的無人機相關的技術的話，一定來台灣找合作對象，然後他們沒有的東西我們有，對不對？那互補嘛。所以將來從美國最近的發言已經看出來，美國準備讓台灣來接這個盤嘛，就是說無人機這個產業鏈還是要落在台灣嘛，啊，然後呢，台灣沒有的我們給嘛，我們引進來嘛，或者讓台灣買技術也可以嘛，我估計會有這個局面出來。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製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然後呢，因為這裡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美國這一次發現很嚴重，就今年的事情，美國發現它進入一個錯誤的戰爭模式。什麼叫錯誤之模式？它的會戰100萬、200萬美金，然後去打一個無人機，5萬塊、2萬、3萬，對。沒辦法，你用大炮打蚊子嘛，這個沒辦法。美國現在龐大的那個航空母艦戰鬥群，龐大的那個什麼長程轟炸機呀，那個 F-35戰鬥機、隱形戰鬥機，所有這些龐大的裝備，現在發現派不上啊。現在美國很恐慌，其實很恐慌，它沒有無人機生產線，它也沒有那個相關的零組件跟材料，台灣有，所以美國要補應急的話，要補庫存的話，絕對要台灣趕快動手。你現在美國，你從美國的立場來考慮，你真的發現很恐慌的。美國現在很恐慌，因為什麼？因為現在人家用無人機搞你嘛，那你不能用你的飛彈去打無人機嘛。而且美國有一個東西是無人機還要防禦系統哦，就是別人的無人機來的話，你怎麼弄？對，都要防禦。那你不是一槍一槍打啊？因為無人機是一群嘛，所以你必須要。然後美國軍火商有發展一種東西，叫做高速連花雷射槍，那個成本很低，然後一下子把很多無人機那個解決掉。它那一發子彈，一發大概1塊美金。對呀，很便宜，然後這樣才能夠對付無人機嘛。你不可能用你現在的飛彈防禦系統、愛國者飛彈去處理無人機嘛，不可能嘛。所以美國現在發現他手上沒有這套東西啊。對。所以現在美國其實很恐慌，因為他現在發現戰爭模式被這個無人機的這個技術創新改變了。以前的戰爭模式哈，包括坦克，現在不是哦，現在有無人坦克、無人戰車、無人的那個什麼無人機器狗什麼東西，現在很多東西都無人化、無人系統。然後呢，現在美國發現沒有這個製造能力啊，他沒有這個生產線啊。對。
日本也許可以幫上忙，台灣肯定可以幫上忙。所以呢，美國現在要應急的話，要趕快。因為他知道中國那邊他的對手，中國那邊有大量的生產線嘛，而且中國那邊銷售金額很龐大嘛，產量很龐大嘛，對，所以他一定要趕快把台灣扶起來，讓台灣這邊的產量可以跟上來。那你現在就講到一個重點呢，現在有人講說，你台灣再怎麼發展無人機，你也不是大疆無人機的對手啊。你現在在中國，它不管它的連桿、它的整個平衡、它的整個設計、它的整個包括它的這個 IC， 它都已經是在無人機這個上面已經世界第一，而且已經佔了全世界80%以上的這個市場。你台灣再怎麼做，你贏不了他呀。這個問題有一個潛力，類似的啊，不是完全一樣。就是台灣在成為半導體大國之前，誰是大國？半導體大國日本。80年代嘛，啊，美國還專門通過一個法案來對付日本的半導體產業，不是只有把它那個廣場協議那個日元升值那個哦。80年代的話，美國還有一個半導體法案是針對日本法案，對。然後日本到最後被整到整個半導體產業沒了，只剩下特殊化學材料、光阻劑、光刻膠這種是日本控制啊。那韓國也被吃了排頭嘛啊。那一樣，現在無人機行業產業毫無疑問，中國是第一名。對。然後呢，台灣在落後直追，對不對？然後呢，將來的話，如果中國大疆那邊，聽說大疆的創辦人是台灣人。啊，當然现在可能可能不在了啊。當初創辦人是台灣人。啊，總而言之，中國的大疆這個，如果你不能一直引進新的技術的話，你可能你的無人機被別人的無人機幹掉。對，啊，所以它必須不斷保持那個技術上的領先。然後呢，它有大量的生產量，對不對？哈，也有規模經濟嘛，哈。那美國要對抗它，不可能說眼睜睜看着它拿下無人機的這個冠軍寶座了，不可能嘛。美國一定要對付它嘛，哈。所以就很可能美國會打壓這個中國的無人機產業，扶植台灣這邊來取代嘛，就跟當年扶植台灣來取代日本的晶片製造一樣嘛。所以我才說哈，我揣測一下，說看美國的這個講話啊，應該是想把台灣這邊的無人機整個產業鏈把它打造出來。對，中部地區有工具機啊，哈，那個零組件啊，那個人形機器人那些，對不對？將來的話都是 AI 化的機器人 ，AI 化的無人機嘛，啊，但無人機的話，比如說如果被電子屏蔽的話，以前會掉下來嘛，它現在不是，它立刻切換成自主運作，它會變頻，對，所以呢，現在無人機很多尖端技術在一直引進來，對，那中國如果不能引進技術的話，將來大疆生產的無人機就會變成二流的，所以美國一定要扶植一個對手，是指不是美國自己的對手，是能夠成為大疆無人機的对手。市場上的對手，將來很多訂單就會流出來，轉來台灣這裡買最先進的頂級的無人機，所以這個需要一個過程。但是我估計美國一定要培養盟友，美國自己能幹最好，當然培養一個盟友，生產的無人機能夠蓋過中國的，將來把訂單轉過來、吸過來。啊，美國不可能眼睜睜看着你無人機這麼一個重要的產業被你中國拿去，不可能，他一定要想辦法。是因為我們在看的，我跟他還是在強調，我之前剛剛講的就是。你在烏克蘭戰場非常清楚，是現在的戰場管理是 Palantir 在做管理，是美國的軟體公司在做管理。那美國的軟體公司是跟烏克蘭所有的無人機做緊密結合，他們所有的通訊，他們的所有的這個所謂的訊號，他們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說，你今天無人機不是說你要飛得高，你要飛得穩，你的偵測，你的這個所謂的光學要好，而是你要有那個系統上面的這個連接。那剛剛講的這個系統的連接，美國絕對不可能跟中國合作，所以這個部分就會變成台灣最大的一個利基。對，這個就是說美國會把它掌握的各種優勢，就是乾脆就灌到台灣這裡來，因為你要補很多東西嘛，你美國自己搞生產線的話，那你還要有材料、馬達，還有線路、通訊，什麼一整套嘛。那剛好台灣都有，對嘛，所以乾脆把它的優勢來跟台灣這邊的製造能力結合嘛。所以我才根據這個我來預測說，美國很可能把無人機這個產業鏈要放在台灣這裡嘛。然後他當然潛在對手就是中國那邊的嘛。對，因為有人講說為什麼台灣無人機可以這麼強？因為有人講說他去真過研究哈。無人機所需要的技術，很多部分80%跟做手機是一樣，也就是說，你把所手機的很多的通訊的技術、光學的技術、現成的東西，你把它轉過來。所以原來台灣是這樣慢慢累積。他本來想說我們跟無人機有什麼關係？不，台灣這個上面在機密工業上面，我們是有這個基礎的。那講到最後就是。中國這時候做了2個有趣的東西，第一個是國家，它這個是民族團結促進法。那這個東西這2天也在台灣，等於說他說
你在境外如果表達對我這個所謂的中國的這個國家團結是不利的話，我就會進行制裁。他想你怎麼制裁？你憑什麼制裁？你怎麼制裁？就沒想他們真的派黑幫跑到台灣來打人了。而你說中國今天做這個動作，代表他其實內部是有很大壓力的，不是代表他沒招了。因為這個土匪強盜出身的共產黨，他一拿下權力以後，他想當個紳士啊。他想跟上游社會那樣一樣啊，他不想整天讓人家覺得你這無產階級的那個老大，對啊，整天像土匪強盜嘛哈，他不想那樣嘛，他想很紳士、很體面的來掌握權力嘛。那所以，除非到不得已了，實在是沒招了，他才會露出土匪強盜的本性嘛。他也很想像那個美國人啊、法國人啊，但很 gentleman 嘛，很紳士嘛，是這樣。所以我看他這拿出黑道這種動作的話，那就表示說他真的沒有更好的辦法，他沒招了。我這樣形容他當然也有可能他希望製造所謂寒蟬效應。那對策就是讓這種打手執行的人本身有寒蟬效應。比如說他如果被抓到以後送到那個魔鬼那個訓練營，然後很多人整他看到不行啊，這種活不能接。我們要讓可能接這個活的打手型的要付出代價，付出重大代價。是他們有寒蟬效應，不是我們的名嘴有寒蟬效應。說我們如果像石板民夫這樣的話，可能會被打。不是啊，我們這裡有寒蟬效應，我們要讓他有寒蟬效應，讓這種黑幫的人啊看到說啊靠，那個人被抓以後是這樣子。對，所以我們要有一個什麼地獄那個什麼那個監獄是嗎？然後讓他進來的話，我們可以這樣幹嗎？對，你直接送這個地獄監獄然後他們一聽到就去火燒島類似吧？對，就是說我們的對這些打手可能的打手或者代理人，我們也要給他一點排頭，讓他心中知道畏懼，不要以為他可以這麼蠻橫來這邊為所欲為，不是嘛？因為共產黨對這些人是怎麼樣呢？就是中餐館的筷子，用完即丟。這些人在中共眼中的話就是工具，用完即丟，他不需要背什麼責任，所以他那個團夥裡面有些人就先走了嘛。對，留下這個笨蛋，總共6個人，4個人先走了對嘛？所以呢，其實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內部有沒有接應的人？如果我們內部有接應的人的話，那這個接應的人他們要保護嘛，不能整個被端走嘛。所以這個也還是一個議題。意思就是說，中共內部它是這樣，他本來要武統台灣，發現實在不行，所以改成和平統一。所謂和平統一，就是說台灣這邊主動願意來統一，包括公投統一。透過公投表達統一，那你美國沒話說嘛，日本沒話說嘛所以他們要在台灣內部所謂把對台工作做到台灣內部，我們在台灣內部有我們的人等等這樣的想法嘛。那這個對內交代可以嘛？在國際上的話，你這樣玩不可能嘛。第一個台灣沒那麼弱，第二個美國也不可能放縱你這麼搞那所以呢，他這個東西一廂情願，然後呢發現也搞不下去以後，那就來這個這個東西就叫土匪流氓了嘛。你耍土匪流氓的話，就表示說你真的是波波啊，波波嘛，那我是這樣解讀啦，就是說他這樣子搞的結果表示他說不定後面還有一些什麼其他爛招會出來，因為他現在已經惶恐了，他其實焦慮。中共現在或者習近平焦慮，他習近平有很大焦慮，因為他發現他根本拿不下台灣。今天就算中國有最先進的海軍、空軍還是2棲登陸部隊。你真的要像當年諾曼底登陸那樣由艾森豪率領的那個諾曼底登陸完成那個作業，不可能嘛？因為台灣海峽的寬度比英吉利海峽還要寬嘛，而且那風高浪急嘛，你要真的渡海的話，不可能。這個年代都被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幾乎不可能。然後呢，斬首行動那個特種部隊突然空降，這個也玩不起來嘛。那真的想來想去，真的唯一的辦法真的是從內部搞台灣嘛。那你從內部搞台灣的話，那台灣這邊可以專心對付你也 OK 嘛。所以他現在發現有點焦慮，他還有一個內部的經濟維穩的焦慮。然後呢，他甚至於發現整個政權有可能進入政權危機。他現在是處理政權危機嘛，所以他才會對軍方大整肅嘛，因為他要維穩嘛。現在維穩、保黨、保政權是習近平最重要的工作，他已經不是拼經濟了。他也不是說要跟美國怎麼和，只要美國不搞他就很高興了。他有這麼強的不安全感。他現在內部危機很嚴重因為我們看到他最新的數字是，他現在的 GDP 本來以前不都保5嘛，他現在已經保不到5了，他現在這個所謂的 GDP 的數字只剩下4.3而已了。其實他連2%都沒有，甚至於他在我看他其實已經是負的增长，他已經進入衰退，他硬是湊那個數字沒有意義了。可是他不是每年還有這麼多的出超嗎？不是每年還有這麼多的出口嗎？出口出超有，但是呢，你看他有沒有拿這些
去買他要的，比如說能源、糧食、半導體、工業設備，有沒有？他買不到。第一個，而且這裡面的很多出鈔其實是被權貴洗到海外去。我舉個例子哈，你出口拿到外匯收入，你沒有匯回國內，那這個就算資本外流。所以它有龐大的順差沒有錯。我舉一個例子哈，如果你有龐大的貿易順差，你照理說也應該結匯嘛，對，然後應該出現在中國人民銀行的財務報表上嘛，你的外匯存底要上升嘛。對，你仔細看，過去這幾年來5年10年，外匯存底沒有上升。外匯存底的話，從3.2兆到3.3兆，那你每年龐大的貿易順差哪裡去？對，還沒完哦。你在海外有發行美元計價的債券哦，這些錢是進來的哦，還有多少還有外來投資哦，這些錢加起來跟你的貿易順差加起來，你應該表現在人行的外匯儲備上嘛，沒有嘛。所以表示什麼意思？表示大量的資金外流，所以你有賺錢沒錯啊，但是你也資金外流了嘛。對啊，所以你現在國內其實是緊張嘛，所以習近平才會要國營企業把海外資產賣掉，把錢送回來。那錢回流的話，人民幣會走強嘛，是這樣來。所以你看到人民幣好像要走强，對不對？是因為資金回流嘛。資金為什麼回流？習近平說你們趕快把錢匯回來啊，因為這邊國內有需要嘛。對。所以表示什麼？表示之前很多錢在外面嘛，那是錢在外面的話，就是我們俗稱的叫做資本外流嘛。所以你不要看它有貿易順差，其實它資本外流很嚴重。對，所以它國內經濟這麼嚴重，就我把它稱為，因為它多重危機同時爆發。第一個危機當然是房地產危機，房地產危机以後帶動整個上游建築材料、下游這個，包括家電哈，包括房屋中介，這一整串的話，大約佔 GDP 的30%到33%，這個很龐大。然後這個行業冷掉的話，那個傷害很大啊。然後呢，第二個呢，它的失業，因為失業代表，如果你就業的話，你有所得，你有消費能力，你有內需。你現在失業問題很嚴重的話，就代表消費能力極端被壓縮。所以這個你可以看出2個問題，就是房地產危機、失業危機。然後第三個，它一定甩不掉的，就是債務危機。它從民間企業的那個房地產那邊的債務危機到地方政府的這個債務危機，還有一個更大的哦，是國營企業的債務危機。這些債務危機都天文數字，那中央已經沒有辦法對地方去做財政移轉支付，就是沒有辦法給財政補貼。所以現在地方呢開始自己想辦法，所以將來很可能會出現什麼？中央管不到地方，叫做弱中央強地方，這個格局可能會出現。將來進一步演變的話，就是地方割據，像清朝末年叫東南聯省自保，東南自保行動，非常有可能，因為現在中央照顧不到地方，然後呢，現在本來是只有上海還有那麼一點財政盈餘，現在可能連上海都沒有了。那不要說上海、浙江、廣東這些是大省，對不對？支撐中央財政的。現在可能都沒辦法，所以將來非常可能引爆的就是債務危機，3大危機哈，這個房地產危機、失業危機、債務危機，然後這個會牽連到銀行，銀行的很多換款是有抵押品的，抵押品壞掉的話，會變成銀行的這個金融危機，然後呢，現在還有這個對外關係的話，跟美國那麼緊張，很多事情很多事情都是被美國卡住嘛，所以現在中國的我把它稱為多重危機同時爆發嘛，我把它形容為多重器官衰竭嘛。所以現在中國的經濟不是我們唱衰它，是他自己都知道它不太妙，是他自己內部人都知道，包括那個之前最近剛去世的那個高善存，他也講過嘛。其實很多人講過，不是只有他，還有一個姓任的也講過，他們內部人知道自己。他們知道那個水分太多嘛，官方公布的那些數字。可是現在有人反駁，就是說你現在一直唱衰中國，唱衰這麼久，中國還是好好的啊，它還是世界的第2大國啊。如果他現在真的崩潰，你講的那個第2大國那個經濟總量要打6折了，至少打6折，說不定要打4折，那不就是說回來，就是如果美國當初在打貿易戰的時候，川普1.0的時候，中央情報局據說有做一個經濟報告。他們擔心的是，中國經濟如果崩潰的話，會出現大量的經濟難民。這個難民估計多少人？他們估計是1.5億人。1.5億人裡面，如果有200萬人用各種漁船、商船、鐵殼船投奔台灣的話，台灣崩潰。所以他們不能讓中國崩潰，但是他們要不斷的削弱中國經濟，所以要把中國經濟弱到他沒有崩潰。對，叫做崩而不潰。崩而不潰。就是類似這種，剛才不是那個誰何青年寫的書吧？叫崩而不潰。所以如果中國要崩潰，美國會說：“你頂住，你頂住。”所以他3不5時會撐一下習近平嘛。
他要削弱中國，讓中國不能威脅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這個毫無疑問嘛。可是他不能讓中國崩潰，因為一崩潰的話，問題更嚴重。周邊的那個盟友要承受大量的難民，包括現在美國這個所謂走線進入美國的非法移民裡面，那都很多，有超過10萬人是來自中國的年輕人，理個小平頭，有人懷疑是解放軍的不管，就是現在川普跟習近平要談一個事情，就是來自中國的非法移民，我要遣送回去，你要收。這也是變成一個新的議題，不只是那個毒品的那個出口管制，芬太尼，還有呢稀土的那個出口管制，你要不要解除？不只是這些議題，還有一個非法移民，我要遣送回去，你收不收？你要收。所以呢，現在中國是怎麼講？就是他讓你很辛苦，可是你又不能抱怨，因為他說，你第二大對不对？你看日本取消對中國的經濟援助，他理由什麼？你第二大，沒有第三大經濟體去援助第二大經濟體的道理啊，就這樣子。所以你會發現，中國這個第二大經濟體是被拱在那邊，它其實呢內部壓力非常大。是。最後，嘉龍，我們要談到一個國民黨的問題，你跟我講了一個非常有趣的點，就是其實現在國民黨在韓國瑜之後，他其實拿到了，我們要不講嗎？整個經濟成長，不過 AI 的成長或什麼成長，你總是有一些失落的人，而在韓國瑜的時候，其實把這些失落的、這些被遺棄的這些人的心，其實抓到了。可是國民党居然不懂得去掌握。我們看國民党的政治方向要回到一個很根本的問題，就是結構性。然後呢，時間點就是2018年，那個時候韓國瑜居然選上高雄市長，而且他的差距是15萬票，所以民進黨到後來放棄驗票了，因為哪怕國民黨贏個3萬票都不容易，更何況贏到15萬票。我在高雄發現很多人跟我講，他原來是民進黨的里長、民進黨的莊腳，然後他們決定投韓國瑜。你沒有民進黨的人跨過來，你哪有那麼多票？對，你就算贏3萬票都很辛苦，你贏到12萬票，所以民進黨都認輸了，不驗票了嘛，因為他們知道很多民進黨的票投過來嘛。好，現在問題就出來了，就是我說國民黨一直沒有搞清楚韓國瑜那一次贏在什麼地方。好，現在我們講一個概念在民主國家裡面，政黨的劃界線是根據你所代表的社會階級。好，比如說共和黨代表上層精英，民主黨代表下層草根。英國的保守黨代表上層精英，勞工黨代表下層就是基本上是這樣子。就是民主國家的這個政黨是以他所代表的社會階級來劃界線。台灣多了一個，就是統獨，就是說跟中國大陸的關係是統還是獨。所以呢，理論上台灣有2個標準，2×2應該有4個政黨，就是統派的精英黨、統派的草根黨，然後獨派的精英黨、獨派的草根黨，你理論上應該有4個政党，2×2等於4嘛那結果國民黨是統派的精英黨，民進黨執政以後往財團這邊靠，它也變成獨派的精英黨，整個草根沒有空掉了。所以韓國瑜當時在選高雄市長的時候，有一個基本標準動作，就是穿着牛仔褲、穿着白襯衫，然後說1碗滷肉飯、一瓶礦泉水，我也可以度一餐嘛。這個是庶民經濟的形象。然後再簡單講一下說，貨出去人進來就是大家發大財，簡單明了易懂，然後打動的是下層，所以才會有民進黨的票也投過來，因為他們是階級認同裡面認為自己雖然是中下層，對不對？中下層沒有人管嘛，沒有人照顧嘛，沒有人替他們講話嘛。沒錯。韓國瑜抓到這一塊，搞不好他自己也不懂因為他就這個樣子嘛。他原來的黨主席吳敦義是拿他去當炮灰的嘛，他本來想在新北市選立委嘛，結果去那邊好像反正當炮灰就乾脆玩大一點，對不對？搞夜襲，搞藍的那一套。那為什麼民進黨的那個莊腳這個里長還投過來？不是統獨來決定這個票嘛，是社會階級來決定這個票。那所以呢，這個下面這個空的最後給誰拿進來切進來？柯文哲嘛。柯文哲的民眾黨就是他說你不投藍不投綠的，你來投我嘛。其實是下層。對嘛。所以他台灣的這個民主社會結構裡面有一個很大的缺少，一個一塊拼圖，就是沒有人代表下層講話。對。因為國民黨毫無疑問是代表上精英嘛，對，統派精英。民進黨現在很毫無疑問的，對，代表的綠，他代表也是精英，對，綠的那個精英嘛，而且是既得利益者對，沒問題嘛 ，OK，那民主社會很正常嘛，但是問題是整個下層空了嘛，所以現在下層空的話怎麼解決？這是台灣民主化最後一塊拼圖就在這裡。那問題是民眾黨現在被這個形象下降嘛，支持度也在下降嘛。他從原來大概26%的支持度，現在可能跌了10個百分點，可能只有16%，可能10都不到。或者可能更低。所以現在的話，一樣回到一個老問題，2018年那個老問題，
就是誰代表台灣社會的下層來講話。那有一個模範榜樣就是川普。川普是共和黨是精英，但是他的政策從1.0的時候為草根講話，草根一聽就懂嘛，他是我們的人嘛。對中國打貿易戰，為什麼？因為很多製造業外移，就業機會外移，然後對付非法移民，美國墨西哥邊界要蓋圍牆，為什麼？因為非法移民進來搶了工作機會嘛。他這兩個政策的話，對社會底層來講，一聽就懂。川普2.0多一條，小費、服務費、加班費免稅，那很多人是服務業嘛。一聽就懂嘛，這個不需要什麼念研究所就懂嘛。所以川普用政策把下層的選民拉過來，美國媒體給他一個形容詞，他在打造一個藍領階級的共和黨。沒有這個東西，共和黨是白領嘛，對嘛？所以變成說他人在精英，但是呢，照顧政策照顧到草根，草根的對他認同，所以川普才可以當選2次，是這樣來的嘛。那一樣，現在國民黨他應該重視的是說，他要理解支持他的其實是民進黨的草根這邊倒過來，才有韓國瑜那個票嘛。後來因為他去選總統，大家覺得你不幹活，對不對？對啊，罷免掉嘛。罷免掉以後，大家這個回到這個民進黨執政嘛。我說民進黨在高雄執政那麼久，選民有一個心理就是說我沒有欠你嘛，我沒有欠你啊。結果呢，就是讓韓國瑜試試看嘛。結果韓國瑜那個不務正業嘛，跑去選總統嘛。那大家就說算了，還是讓民進黨回來，是這樣嘛。所以國民黨要了解台灣的這個所謂民主化的這個社會結構，就誰抓到草根？對，你要就是簡單講呢，你要回到民生主義嘛。說民生主義的話，照顧企業也照顧勞工嘛。我想民生主義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呢，就是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經濟繁榮的過程中，能夠維持社會平衡，盡量把社會下層也帶上來。當年聯合國做的統計裡面有2個國家是高成長，然後呢高社會平衡。就台灣，對，台灣跟日本2個，就是說所得的最高20%跟最低的20%那個比例保持不變，就是說大家一起上來，民生主義當年做到了嘛。那現在美國回到這個問題，美國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它如何把下面的人也拉上來一起成長，而不是上面的人搞晶片、搞 AI， 然後呢，哇，那個財富累積很龐大，什麼上面的1%、5%、10%有多少財富，對不對？咱們90%財富。對。這個叫社會撕裂嘛，是因為這個社會撕裂才讓川普有機會進來嘛。他一個政治素人怎麼可能玩那麼大？是因為他的政策訴求能夠打動下層嘛。然後針對中國打貿易戰，然後針對這個非法移民，對不對？然後現在呢，小費加班費免稅，這是簡單訴求，然後打動的是社會階級裡面的下層嘛。所以這個東西要給國民黨很大的一個啟發。你不要以為是你的統獨政策，然後得到選民支持，不是嘛？選民會支持國民黨，是因為他們除了不想投民進黨以外，也因為社會階級的關係嘛。現在發現很多票流走，是因為你是精英黨嘛，你沒有關心下層嘛。所以國民黨如果開始回來關心下層，回到民生主義這個經濟繁榮的過程中，也把社會平衡帶上來的話，他會有票。可是他如果沒有認識這一點的話，整天搞那些親中派的議題的話，以為這個才是正點的話，那他完了。好，那今天賈總最後就告訴我們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其實不管你今天不搞 AI， 你搞任何產業，你最大的就是你要讓最多的人享受到好處。對，如果不能最多人享受到好處，你至少就彌補很多人的心理上的一些損失。而怎麼做才是你要取得台灣政權最重要的關鍵。非常謝謝嘉龍，謝謝大家。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君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X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的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來。那你如果說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们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
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製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鄭習慧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在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